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如何建造一个可以工作的 UFO。在1988年呢，航空航天设计师布拉德·索伦森呢前往了诺顿空军基地参加年度航空展。这次航空展呢是航空航天公司和军事承包商向高级军方和政府官员展示的最新技术的机会。那布拉德呢想扩充建立属于自己的人脉，也许呢还能因为这次航空展获得1-2个新的客户。于是他呢就跳槽到了另一个团队，见到了一个更大的机库，参观了一位3星上将将军呢在第1空军基地的演示。这是各种绝密飞行项目的介绍，而布拉德觉得自己这次来对了地方。事实上呢并非如此。将军向操作人员示意一下呢，一个巨大的幕布被拉开了，3架没有人预料到的飞船呢出现在了他们的眼前。当时呢，同样是航天航空设计师的马克呢打电话给这个布拉德，询问他参加这个航空展的情况的时候呢，布拉德沉默了很久。马克就问他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布拉德听起来很是害怕，很沮丧。他就说：“我想我看到了一些不该看到的东西。”马克当时很困惑，他说他们俩都拥有绝密的权限，他们曾经为通用动力、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麦克唐纳、道格拉斯波音、克罗维尔国际公司都工作过。那作为航空航天的设计师和插画家呢，他们经常在一些实验的飞机在制造出来之前就已经了解它了。还有什么比这更秘密的？而布拉德就说呢，演讲结束之后呢，他们拉开幕布，露出了3架飞碟，完全无声，他们悬停在了离地面几英尺的地方。马克就请这个布拉德描绘一下他们的样子。他说他们看起来像20世纪50年代的东西，因为它们底部平整，侧面有斜坡，顶部呢有一个圆顶，圆顶上呢还有一个小气泡，看起来呢像是装有的一个摄像头。最小的飞碟直径是7.4米，下一个大约18米左右，最大的飞碟呢他说有36米宽。当时做演讲的将军呢把它们称之为 ARVS， 即是外星繁殖飞行器。他们给飞碟起的绰号呢是通量限制。在电磁学中呢，通量呢是通过给地表面的电场测量值的一个名称。当时的这个飞碟的旁边呢放了一台电视，播放着各种试飞的视频。视频显示呢，一个 RVS 呢静静地悬停在沙漠某处的干涩的湖床上，然后飞机呢做了类似于弹射的动作，然后瞬间飞碟停了下来，像子弹一样瞬间又直直地飞了起来。观众们当时惊的没有任何的声音，因为他们觉得没有任何的飞行器可以做到这样飞行。马克当时就请这个布拉德解释一下飞机是如何以这种方式移动的。布拉德就说呢，这个机械的原理简单到让人惊讶和震惊。马克立刻就说那你看到飞碟里到底有什么呢？布拉德说飞行器旁边有一个大的画架，上面描述了内部的组件。此外呢，小飞碟的一些侧板已经被拆除了，以便观光者们可以看到完整的内部结构。所以布拉德就看到了发动机、生命维持系统、机组人员区，还有折叠座椅和转向机构。马克当时就被震惊了，于是马克就问布拉格是否记得飞碟的具体细节。马克想画一张图表，布拉德就说呢，他是记得，但是现在呢没有办法告诉他一切。第二天呢，布拉德和马克就一起共进了午餐，一起谈论布拉德在航展上看到的外星人复制的飞行器。而马克呢试着想画一张布拉德看到的插画图，两个人都是航空航天的设计师和插画家，所以他们很熟悉很多技术，并受到过注重细节的训练。所以布拉德注意到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这架飞机上似乎是有点破旧，飞机上的油漆呢有残留的碎片，到处都是指纹和污渍，显然呢军方早就已经掌握了这项技术。而且布拉德继续勾勒和描述 ARVS 的内部呢，他说顶部的圆顶实际上是个半球体，机组人员呢靠折叠座椅呢位于球体的顶部，而飞机的平底呢是一个厚超过 0.3 米的大容量的列阵，列阵的顶部是氧气罐，供机组人员呼吸和维持飞船内的气压。然后这个布拉德展示了他在航展上看到的重磅消息。他说第一个呢，飞碟真的可以比光速飞得更快。第二个就是它使用的能量居然是零点能，这就是之前宇哥讲过的尼古拉特斯拉所提出的能量的观点嘛。而零点能量呢是量子力学系统中可以拥有的最低的能量。在经典力学中呢，空的空间呢就是空的空间，但是在量子力学中呢，空的空间它不是真的空，里面不仅有不断运动的波动场，也有像波一样的粒子，它们时而存在呢，时而消失。而这些场和粒子呢，需要能量才能够做到这一点，而能量呢是无处不在的，即使在太空的真空之中也是如此。例如绝对零度下的液态氦，那在真空中呢，它仍然是液体，除非是原子运动，否则呢是不会有液体的。然而氦呢不会冻结，因为零点能量使原子保持运动。
但是在虚无中呢，它实际上能有多少能量呢？物理学家约翰·惠勒和理查德·费曼呢计算出，太空的真空质中的零点能量其实是非常强大的，以至于就是咖啡杯所容纳的那么一点空间就足以将地球上所有的海洋沸腾和蒸发。如果零点能量能够将海洋沸腾的话，我们就可以重新注满海洋。所以马克就了解到这个观点的逻辑，并将他的航空航天的设计的技能发挥出了极致。于是他将这个布拉德描述的草图呢，转换成了一张按比例绘制的飞碟技术蓝图。那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呢，马克完善了他的画作，在与其他目击者交谈之后呢，他们向他还提供了更多的细节。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将他们看见飞碟的所见所闻呢分享出来，而不仅仅是只有布拉德了。在与布拉德交谈并研究了他的画作之后呢，马克就对这个 ARVS 项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进行自己的研究。尽管这很有趣但它仍然只是一位来自于目击者的报道。但当马克对这个项目的调查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他就发现驾驶并操作 ARVS 的人也有很多。在20世纪90年代呢，马克在一次飞行表演中遇到了肯特·塞伦。肯特呢是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一名机组长。有一天他说他被派去修理一个设备，在去的工地上呢，他经过了一个机库，机库的门是微微打开的，他往里瞄了一眼，就看到了一个飞碟呢，静静的就悬停在那里。而肯特就看到了与布拉德描述是一模一样的一个飞碟外形，也是具有平底以及圆顶的屋顶，较小的圆顶上也装有摄像头。当肯特的脸逐渐的从震惊慢慢平静下来的时候呢，肯特被后方的一个声音拿着一把枪顶住了，告诉他说闭上眼睛，趴在地上。于是一个袋子呢套在了他的头上。他说他就被拖到了审讯室里并被关了18个小时。这种激进的军方反应呢，并没有让马克呢感到惊讶。让他感到惊讶的是，这件事情是发生在1973年，那差不多是20多年前呀。因为从1973年到1993年，美国军方居然对这件事情袖手旁观了这么久。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除了肯特·塞林呢，至少还有一位军方人士呢，美国空军基地的约翰·威廉姆斯上校呢，愿意公开谈论 ARVS。约翰就说北方空军基地呢是有一个设施被严密控制的，甚至那里面的连队指挥官呢，整个职业生涯中都不知道那个基地到底发生过什么。在那段时间里呢，飞行员之间总是传言着说是一架不明飞行物的掩护，事实上那里呢就是一架不明飞行物的所在地。而在那个位置呢，暴露的原因就是人们可能会降落在那个附近在诺顿打高尔夫球，参加高尔夫球锦标赛等等。而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可以经过该设施，并有幸呢有可能看到一些不明飞行物。所以这个马克他就说，他调查的越多呢，他就找到了知道空中飞碟项目的人就越多。当马克结识温德尔·史蒂文斯中校的时候呢，故事就开始真正成型了。史蒂文斯中校呢是一名飞行员，多年前曾在北极追逐不明飞行物。马克就问上校，你有没有拍摄到类似于我描述的飞行器的照片呢？于是史蒂文斯上校就展现了这些拍摄于1967年的照片。照片中呢 ARVS 的外形看起来略有改变，也就是说1967年的 ARVS 和布拉德在1988年看到的唯一的区别就是旧款的飞行器的顶部的气泡更大。所以马克就认为这是因为相机多年来在变小嘛，所以现在的相机已经变得非常小了。而我们呢可以假设当前的这个 RVS 模型的气泡呢有可能是更小，或者是根本就没有气泡了。而马克就指出呢，尽管多年来拍摄到的这个 UFO 外形变异很大，但总体的设计它们都是相同的，都是圆形，底部平坦，边缘有角度，上部有隔层。而一些 UFO 的照片可以追溯到1950年，因此呢，这些飞行器至少已经存在了75年的时间了。但它们出现的时间有可能比这更长，因为在古代印度教和梵文的文献当中呢，有很多关于维摩纳，也就是文献中关于神的飞行器的故事。那上面说大约在3000年前呢，摩诃婆罗多抄写记录的事件呢，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5000年。而维摩纳呢，也是被提及的相当多的一个词，里面就说它可以高速飞行，可以飞入太空，甚至可以在水下飞行。真正有趣的地方是在于发动机的描述也非常详细，文献中是这样描述的。他们说制造维摩纳的身体呢，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飞鸟，里面呢有夜间材料以及水银发动机，它的铁加热装置在下方，通过某种力量，水银会触发浮力偏转，所以坐在里面的人可以在天空之中旅行到很远的距离。那维摩纳的运动的模式呢，是可以垂直起降爬升的，向前向后都可以。那有了这些呢，人类就可以在空中飞行，并且呢，其他的生物也可以从其他的星球而来到地球。
在摩诃婆罗多的其他段落和文献之中呢，维摩纳被描述为最具有水银涡流发动机的。针对以上描述呢，我们试想，如果水银在圆筒之中被加热呢，它会循环吗？会的。但是如果维摩纳不是使用热量的，如果它使用的是电力，就像 ARVS 一样，如果将电流施加到水银上，水银会循环吗？答案也是肯定的。那么这项技术的实验在1930年代呢，对德国来说也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宇哥之前就看过很多纪录片嘛，就是二战德国当时是有一个时空传送钟的，那个钟高约3.6米，宽2.7米，它使用2个高速反向旋转的圆柱体，而圆柱体内呢是充满了液态汞溶液的。据说旋转的汞呢可以使这个钟呢克服重力，所以我们就知道，如果施加电流给汞的话，它将逆电流旋转，它以相反的方向旋转。在马克的研究中呢，他确信 ARVS 的项目是真实的，并开始解开其他推进方法的谜团。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难题呢，马克需要与那些声称曾经进入过 UFO 的人交谈，因此他开始与一些被 UFO 绑架者开始交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记得外星人绑架他们的细节，但是却没有人记得他们的发动机的那些细节，除了一个人之外。那个人说啊，他乘坐的这个飞碟是圆形的，中间是一根装满银色液体的柱子，旋转得非常快。柱子上呢有一个轮子的装置，以反方向在运转。而发现过类似东西的就是罗斯威尔坠机事件的那个 UFO 坠毁现场。有人报道就说啊，他们在残骸中也看到过类似的技术。之后呢，就有人发明出来了几十项反重力的装置和车辆的各种专利。这个专利里面写的就是他们利用电力以极快的速度飞行很长的距离。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图案中的大多数呢都是出现在1947年的罗斯威尔事件之后的。但很多图案呢，都是在这个尼古拉特斯拉的作品的基础上，仿佛在建造的。那在众多的军事承包商的目击者证词和外星人绑架的证词之中呢，马克能够清晰地辨别出这个 ARVS 是如何运作的。圆形的底座本质上呢，就是一个巨大的特斯拉线圈，多个金属层呢堆叠在一起，中间呢有轻微的间隙，充当电容器来储存和重新定义电力的方向。由于飞行器使用大量的电力，可能是有1万伏或者是更高，因此它会产生强大的电磁场。那通过操纵这个场呢， ARVS 飞行员就可以产生推力。中心柱呢包含2个反方向旋转的液态汞圆柱体，上部的平台是充当附加容量，与下部的容量协同工作，使飞行器可以向任何方向移动。而飞行员使用控制系统是很简单的，飞行员的右手拿着一个控制器，可以从电容器中分配电量杠杆的多寡，而飞行员的左手呢有一个像轨迹球的一样的东西，这个控制器可以360度向任何方向传送电力。而氧气罐和生命维持系统呢是连接到了飞船的下部平台，所以 ARVS 没有窗户，它使用的是所谓的合成视觉系统。他说这个飞行器的外部是用摄像头来代替飞行员的眼睛，相互搭配合作，并向这个飞行员的左眼和右眼发送单独的信号，这样就可以看到3维的空间，就像我们的大脑是如何工作的是一样的原理。他说这就是这个 ARVS 全部的技术特点。但是重点是这些东西是怎么以如此快的速度飞行的呢？如何达到光速呢？这是有趣的地方。他说这个 ARVS 是一种飞行器，它可以捕捉、生成、储存和定向飞行器周围场中的巨大能量，而这个场呢是由这个飞行员控制的，使它能够向任何方向飞行，但却不能够解释 ARVS 如何能够超过光速的。在过去的20到30年里呢，物理学家发表了许多论文，解释了像这样的飞行器如何能够超越光速。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光速快啊。当你飞得更快的时候，你的质量就会增加。你越接近光速呢，你的质量就会越接近于无穷大。所以零点能是最好解释的一个例子，因为零点能无处不在啊。因此利用零点能从周围的环境中吸取能量，这样的飞行器理论上是可以减少引力并降低质量的。而空气速度越快呢，吸收的能量就越多，质量呢就越低，这就像质量守恒定律。但在数学上表明呢，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并不违反物理定律。在2000年的9月呢，物理学家米格尔·阿尔库贝里呢就发表了一篇名为《曲速引擎》的论文。他描述了一个飞行器如何在不违反相对论的情况下以超光速行驶，而飞行器的作用呢，就是压缩前方的空间，扩大后方的空间。这样的话 ARVS 就可以以非常快的速度到达极远的距离，比如呢几分钟之内到达太阳系的边缘。而米格尔的论文呢还描述了位于曲速场中心的飞行器如何完全不受重力影响飞行。无论你加速多快呢，或者是你如何的大幅的转弯，你都会保持开始飞行员完全相同的状态。
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 UFO 会如此戏剧性的操纵瞬间的转弯、起降，而且以7000英里每小时的速度飞行。因为如果是正常人类的飞机这样飞行的话，瞬间会将人体变形块状的浆糊。安全带虽然很重要，但是你的器官会被重力给压碎的。但是使用米格尔的曲速引擎你不会感受到任何的重力，你可以以100G 的重力加速，都不会受到半点的影响。而飞行员报告就说一般的 UFO 都是以极高的速度移动的时候，不会产生任何的噪音和任何的废气。难道这些 UFO 会凭空产生能量吗？那只能是有一点，那就是他们也是利用了真空零点的。那究竟什么是零点能量呢？引用尼古拉特斯拉的话就说整个太空之中都是有能量的。这种能量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呢？如果是静态的，我们的希望有可能落空。但如果这种能量是动态的，那么人类成功将机器所需要的能量连接到大自然的零点能上，只是时间的问题，可能要经过许多代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机器在未来将会在任何的地方都可以获取到能源驱动，这就是零点能量的基础的一个概论。而 ARVS 之所以称之为外星繁衍的飞行器是因为它是基于对外星飞行器的逆向工程研究但是它是由于人类的军事情报部门、航空航天的承包商安排制造的。这就意味着我们有能力访问这个所谓的零点能量场了已经，即所有的物质和能量从中流动的环境能量场，并且能够访问该能量。那一旦你能够访问该能量，也就是意味着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能量为我们的星球提供所需要的电力了，而无需化石燃料和污染嘛。但是目前零点能量背后的科学还没有达成共识，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一些物理学家就认为零点能量是真实的，数学是可行的，但是一些物理学家也是有持怀疑态度。但是宇哥个人是相信零点能是真实存在的。我们从尼古拉特斯拉开始就已经知道它的存在了，也许更早，但是没有人能够将这两种技术发挥出作用。而现实的世界往往都是残忍的，因为如果有人能够让这个自由能源真空零点能发挥作用的话，他们都会消失的比你想象的还要快。似乎任何接近让能源免费发挥作用的人都会突然的遭遇严重的厄运。比如说斯蒂芬·马里诺夫他是1997年的欧洲自由能源运动的领导者，他在技术上当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他开发出第一个原型乙基之前就被人发现他从窗外坠楼而亡。那核物理学家约翰·穆伦博士曾经为世界上最大的军事承包商之一，他为这个道格拉斯公司工作。在2004年他死于砷中毒。他的女友原本是嫌疑人，但是不久之后也被发现死在了他自己的公寓里，居然没有任何的嫌疑人，也没有人去调查这件事情。当然了，最后也没有审判。而德米特里·佩特罗诺夫他当时发明了一种等离子电池。他先自己实验的时候这个电池可以为自己的家供电14个月。在2010年他去了一家面包店，从此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扎卡里·沃菲尔德是另一个发明家，他开发了自己的等离子沃菲尔德。同年沃菲尔德在华盛顿特区的一次奇怪的划船事故中丧生。尤金·马劳是一位物理学家和冷聚变专家，他声称在2004年拥有一个免费能源装置的工作原型。就在他准备公开宣布他发现的第一天时他就被打死了。实际上他已经获得了基于零点场的免费能源技术的专利。他死亡的原因就是在2007年，当他正准备登机与资助其研究投资者会面的时候人们就发现他在机场的车里面已经死亡了。那物理学家马克·汤米扬申请了一项名为新驱动的专利技术，该技术使用零点能与空气动力非常相似。而不幸的是，在2009年他开发了一个工作原型，不久之后他就因为心脏病意外去世了。他的研究成果也下落不明。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残酷的现实嘛。无形之中是有一只看不见的黑手不想让这个世界获得免费的能源，但终有一天我们会打破这个魔咒，实现永远免费的能源。宇哥坚信这一点。那么好了，故事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